明知道我海鲜过敏，男友妈妈却给我舀了一大碗海鲜汤。我认真解释，阿姨，海鲜过敏非常严重，甚至会休克。谁料，她却一把将海鲜倒进我的饭里，满脸慈祥。现在的女孩就是挑食，治治就好了，矫情毛病都是惯出来的。我笑了，立马从嗓子眼吐出剩菜剩饭，倒在他们碗里。吃吧，矫情毛病都是惯出来的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，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我和男友陈柏秋大学恋爱4年，工作1年，感情和睦，从来没吵过架。男友向来对我温柔体贴，于是在这次国庆的时候，陈柏秋提出要带我回家见见爸妈，我顺势就答应了。是去酒楼吃，还是在你家里吃？陈柏秋打了个电话问家里，最后告诉我他妈妈很喜欢我，准备专门做菜招待我。你想吃什么？大方点菜，我妈都会做，我怎么会为难一个老人家？都行，阿姨做什么我都爱吃，只要别放海鲜就行。我海鲜过敏。结果一到陈柏秋家，我就傻眼了。饭桌上不仅有一大盘海鲜大杂烩，而且每个菜里面都拌了海鲜进去，甚至就连酱油，选的都是海鲜酱油。我心里一凉，似乎懂了什么。我这是不被待见啊！我狐疑地看了一眼陈柏秋，结果陈柏秋也满脸懵逼。他悄悄附在我耳边，急忙解释，我真的和我妈说了你海鲜过敏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，我觉得这事是陈妈妈的错，也不是陈柏秋的错，就没对他发脾气。我给了他个面子，顺势在餐桌上坐下来。陈柏秋看到我没有转身就走，松了口气，还是家底你体谅我，你真好。我虽然入座了，但只扒着碗吃白饭，菜莫动一口。陈妈妈一脸热心，拉着我亲切慰问，家迪啊，听柏秋说你现在在大城市做设计工作，果然是大学生啊，人又漂亮，工资又高。但随即话锋一转，但女人嘛，终归是要嫁人的，到时候你回家带孩子，可以把工作让给你大姑姐啊，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待会儿吃完饭，我就教你怎么把家务干好。咱柏秋身体精细着嘞，得仔细照顾。不过家底你是大学生，肯定学得很快，阿姨相信你能照顾好柏秋的。然后明天你就可以准备和你老板辞职了，把你带姑姐推过去。讲这些话的时候，陈妈妈的脸上一脸理所当然的表情，好像觉得我一定会答应。我挑眉，这事问都没问过我，直接默认我要回家带孩子了，还想抢我工作，简直痴人说梦。我怀疑是陈柏秋给了他妈什么暗示，疑惑地看着他，他却一脸无辜。陈柏秋在桌底下悄悄给我发信息，我妈就那样，农村妇女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她说话你别放在心上。我不是这样想的，我保证，等我回去跪搓衣板，好不好宝宝？我没理，直接反问陈妈妈，那大姑姐现在的工作呢？不干了。陈妈妈一脸理所当然，那肯定选工资更高了的吗？我假装好奇，那魏石模一开始不选个工资高的工作，是因为不想吗？太讨厌钱了。戴姑姐听到这话不开心了，猛地甩下筷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嫌弃我工资低？哪有媳妇一上门就嫌弃老公他姐姐的？陈妈妈脸色变得有些不好看，这事还没嫁进来，就拿自己的大姑姐立下马威了。柏秋还不管你女友，嘴巴里讲的什么呢？陈柏秋又是对着他妈和他姐道歉，又是偷偷低头给我发信息道歉。
他满脸歉意地看着我，好歹是长辈，让着他们点吧，吃完这顿饭就好了，好吗？我顿了毒，想到这是我交往了5年的男朋友，算了，就一顿饭，给他个面子。于是接下来我不再说话。谁知道陈妈妈见我不说话，以为我是怕了，像是拿到了我的把柄，一直在我耳边喋喋不休。一会儿是女子从夫，一会儿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一会儿是一套孝敬公婆的理论。这女人啊，迟早是要嫁人的，不趁着年轻把自己嫁出去，老了就没人要喽。咱们得趁着年轻多生几个孩子啊。咱们家先要3个怎么样？足足念叨了1个小时。完了，他妈妈还非对着脸问我一句：妮子，你说是这个道理不？一忍再忍，无需再忍。这是看我文静，以为我好欺负。我微笑，阿姨，你说的话我完全赞同。陈妈妈脸上终于露出满意的笑容，变得洋洋得意，像是在说，看吧，还是我有本事，能治儿媳妇。我认真地看着她，刚刚阿姨你和我说大姑姐工资低，我这里正好有个2全其美的方法，让你女儿立马富起来。陈妈妈顿时好奇，连忙追着问，什么？快说。我微笑，我认识一个合作伙伴，他品味有点独特，就喜欢大姑姐这模圆润的。他人特别好，除了腿有点瘸，人有点矮，有点胖之外，没什么毛病。哦，对了，可能年纪也有点大。大姑姐要是能嫁给他，那不就立马富起来了吗？还换什么工作啊？不仅阿姨你女儿能变成富太太，她还能出钱请个保姆照顾你金贵的儿子，2全其美啊。陈妈妈脸一阵青一阵白，难看至极。她的手指着我，不断颤抖。你这个不要脸的玩意儿，竟然想害死我女儿！那男人又老又胖，你怎么好意思把我女儿介绍出去？我没有生气，反而惊讶挑眉，阿姨，这不是你说的吗？女人迟早要嫁人的，越早越好。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啊。我认识的这位合作商条件可不差，外面大把女生排队抢着嫁，要不是有我，你女儿都插不上队。大姑姐听到我要把她嫁给老男人，气得要死，你还没嫁进我们家呢，就想着把我赶出去，门都没有。你信不信我让我哥把你甩了？他条件这么好，长得又高又帅，还是名牌大学毕业，什么女人找不到？陈妈妈气得头脑冒烟，竟然直接跨过餐桌想上手扇我。我端起面前一盘菜，随时准备反击。陈伯秋急了，从座位上跳起来，一个一个把人按下去。大家都别吵了，好好吃饭不行吗？还有，你们都尊重一点家迪，她是我带回来的女朋友，我很喜欢她。作为陈家唯一的男丁，在她发话之后，那2人终于不闹腾了。我本来被陈妈妈气得要死，已经准备马上甩脸子走人，结果听到伯秋这么维护我，心里微微有些感动。虽然他妈妈奇葩，但他起码是个正常人，会勇敢地起来维护我。就是人有些愚孝，其他人品方面莫大问题，但我没想到，就是我的一念之差，给予了我后面重重一击。不过才安静了几分钟，陈妈妈又开始作妖了。陈妈妈将海鲜大杂烩推到我的面前，脸上一反常态，堆砌着慈祥的笑。这些都是我特地从菜市场买回来的，新鲜的海货嘞。咱都是一家人，我不记仇，你多吃点哈。我一把推开盘子，不了，我海鲜过敏，不能吃。陈妈妈脸色讪讪，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会海鲜过敏。戴姑姐附和，就是，和牛肉羊肉一样，不都是肉吗？有什么区别？陈妈妈一个劲将盘子推过来，手劲极大，不会是看不上我做的菜吧？
看在阿姨是我男朋友妈妈的份上，我最后一次耐心解释，海鲜过敏属于一种病，严重甚至可能会休克，会死人。我真的不能吃。陈妈妈不以为意，吃肉会死人。我长那么大就没听过有这回事。要我说啊，就是现在城里的女孩都太矫情了，娇生惯养的。以前咱们穷的时候，什么没啃过，想吃肉还吃不到嘞。我看就是城里生活太好了，被惯出来的臭毛病，治治就好了。下一秒，陈妈妈一把将海鲜汤倒进了我的饭碗里，疯狂朝我的碗里夹着臭鱼烂虾。姨跟你说，世界上就没有过敏这回事，那都是娇惯出来的坏毛病，是挑食。今天阿姨就帮你治一治，挑食可要不得。以后要是怀了咱家的孩子，饿到孩子了可怎么办？我坐在饭桌上，一闻到海鲜味就忍不住开始干呕。陈妈妈眼神一亮，这是怀了，刚好啊，多吃点海鲜，大补特补。戴姑姐娇笑着，你别那么扫兴哦，今天可是国庆呢，大好的日子。我盯着陈伯秋，认真问道，你不帮我说两句？他明知道自从我们认识以来，我从来没有碰过一口海鲜。陈伯秋为难地挠挠头，又是看看他妈妈，又是看看我，最终对着我为难地说，要么只喝一小口汤，就一小口汤，应该没事吧？家底你忍忍，过敏这种事是能忍的。我捂住口鼻，不再试图和他们解释，而是静静地坐着，随便陈妈妈往我碗里加海鲜。海鲜堆成了一座小山，等她加完了，也啰嗦完了，我一把夺过他们仨个的碗放在我面前，手指利索地从嗓子眼捅进去。作为经常减肥的我，十分熟练这项技能。陈伯秋面色大变，但已经来不及阻止。下一秒，我直接吐到了他们的碗里。我用筷子搅拌搅拌，分别还给他们仨个。阿姨，你说的对，挑食都是矫情，有什么不能吃的？你不是说你们以前穷的时候什么都能吃吗？快吃吧。戴姑姐当场吐了出来，脸色发绿。陈妈妈更是破口大骂，你怎么这么没素质？谁会吃你的口水啊？你家里怎么教你的？我轻笑一声，这不是都按照阿姨你教的吗？我严格按照你的标准执行，有什么不对？不干不净，吃了莫病。是你自己说你很能吃苦，什么都能吃的，那为了不浪费食物，你自己把这3碗吃了吧。陈妈妈想要靠近，被我预判，先行一步闪避。陈妈现莫打到我，为了防止被怪罪，竟然急中生智，当场假装昏迷，还不偏不倚倒在了最舒服的沙发上。看到他妈妈昏迷，陈伯秋恼羞成怒，第一次瞪了我。邱家迪，你闹够了没有？国庆日好不容易聚一次，非要闹得这么难堪吗？我不敢置信，你家里人那么欺负我，你不帮我就算了，现在还来说我。陈妈妈嘴角偷笑，假装慢悠悠的清醒。哎呦，我这一把年纪了，可受不得气啊。大姑姐一脸不怀好意地看着我，在一旁看戏。陈伯秋抓狂，可是她是我妈，你要我怎么办？我总不能去骂我妈吧？她都被你气昏了，我也很为难的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我吗？我的心越来越冷，越来越下沉。你想让我怎么体谅你？给你妈跪住道歉，还是说让我吃下那盘过敏的海鲜？尽抢就是。陈伯秋皱起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真的没有在怪你，只是在陈述事实。此时，大姑姐突然笑眯眯地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，妈，这是我孝敬给您的国庆日红包。她挑眉看着我，这就是体谅喽，不像某些人，矫情的没边了，还没嫁进门就提一堆要求，这也不能吃，那也不能吃，
以为自己是城里的金贵小姐啊。陈妈妈端端正正地坐在座位上，神色得意，等着我去哄。在来之前，我早就把红包给了陈伯秋，所以红包现在在他身上。陈伯秋立马将我的红包递给他妈，待姑姐抢过来，拆开一看，嘴里嘀嘀咕咕，怎么才5000块？第一次见婆婆，你也好意思拿得出手？陈妈妈假模假样地叹了口气，算了算了，吃饭的时候我就看出来，这是不待见我老人家哦。我差点被他们气笑了。第一次上门，一般不都是男方妈妈给女方红包吗？出于礼貌和教养，我怕陈伯秋家里给的太多了，也想一丝一丝，等结束的时候给他们返个红包，补贴他们家一点。没想到反被得寸进尺。大姑姐冷冷地哼了一声，还装什么城里大小姐，啥也不吃，一套一套的。结果就这，我一把上前抢回我的红包，嫌少啊？那还给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儿子1个月的工资顶天了也就5000块，你还想贪我多少？陈妈妈目瞪口呆，你这人怎么还抢钱啊？你还想不想嫁进我们家？儿子，你还不快管管他？大姑姐脸色发臭，你小心我让我哥再也不理你了。我冷笑，求之不得。一听到我说他工资只有5000，陈伯秋脸色瞬间涨红，老板很器重我，5000块只是暂时的。我听到他们的言论只想发笑，我都不惜地说，你以为我和你只是在说工资的事？来之前我就和你说过了，我海鲜过敏。结果呢？你家每一道菜都放海鲜，甚至酱油都不放过，看得出来你们家很不欢迎我。那干脆一拍两散好了，感谢你们家的白米饭，再见。我提起包，摔门就走。一看我真要走了，陈伯秋急忙想上前拉住我，佳迪，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给你道歉好不好？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你们才都会满意。怎么办宝宝？我好像搞砸了。我一把他的手甩开，毫不留情地转身就走。由于我走得太快，导致我没听到客厅里后面的对话。陈伯秋还想再追，陈妈妈和陈伯秋姐姐一起合力拦住了他。追什么追？他一个被你玩过的破鞋，还能得跑了？他就是想拿捏你，你性子单纯，可别被这小妮子骗了。你们都上过床了，名声都坏了，她不嫁给你还能嫁给谁？她脾气也太差了，你得好好管管她啊，不然婚后还不得上天了。就从嫁妆开始吧，没有个30万嫁妆，我可不同意她进门啊。就是，现在再傲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得求着和你结婚？婚后你想怎么搓磨就怎么搓磨，管老婆，天经地义嘛。陈伯秋停下了步伐。回到家后，我越想越气，只恨自己骂得不解气，还想掉头回到案发现场再骂一毒。我试图和自己和解，告诉自己，我是和伯秋过，不是和他的妈妈过，但心里怎么想都不舒服。而且今天陈伯秋的态度，也让我十分不满意。此刻就算心中还有对这段感情的再多留念，我也决定分手了。长痛不如短痛，我们不合适，不管是我和你，还是我和你的家里，分手吧，你会遇到更好的。好聚好散。陈伯秋慌了，不断地发信息给我解释道歉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你听我解释好不好？这次我不该这样做，只是当时看到我妈昏倒了，心里实在着急。我和你提过我爸很早就去世了，我妈一个人把我带大很辛苦，很不容易，我只想好好孝顺她，我也没想到会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。我和你道歉好不好？我发誓以后出现的所有海鲜我都会替你吃掉，我绝对不再让你碰一下。我一条消息都没回，
陈伯秋连发了7天消息，现我都没有回复，随即开始了礼物攻略。1个月内，他频繁地在网上下单，买了不少我曾经心愿清单里的礼物，比如说我想了很久的香水，某个品牌的护肤水、护手霜、玩偶。他每天都要替我订好中餐和晚餐，点外卖送到公司。不仅如此，每天还会有一束花，每朵花的品种都不一样。公司的同事羡慕地看着我，哟，是谁家的24孝好男友呀？真让人羡慕。家底你男朋友对你好好啊。就是，下次带出来让我们也羡呗。我笑了笑，把花丢进了垃圾桶里。我解释，是前男友，已经分手了。周围瞬间安静。就这样，陈伯秋连续送了我2个月，每天都要发信息道歉，求我原谅。我叹了口气，于心不忍，好歹谈了5年，既然他这么执着，还是和他当面说清楚，正式分手吧。没有意义的纠缠，实在没有必要。于是在陈伯秋又一次打电话请求见面的时候，我答应了。电话那头，陈伯秋的声音兴奋无比，宝宝，我保证没有下次了，不用你多走，就在你公司楼下的咖啡店就好了。于是今晚下班的我去赴了约，只是我没想到会闹到这么难堪。陈伯秋西装革履地坐在咖啡店内，点了2杯卡布奇诺等我。我一来他就紧张兮兮地扶着我坐下，他朝我腼腆一笑，还记得我和你第1次见面的时候，我就穿了这身西装。我一直都没有忘记那天，我对你一见钟情。其实从见到你的第1面起，我就已经想和你共度余生了。我喝咖啡的手一读，差点喷出来。自从抹了对陈伯秋的滤镜之后，我怎么觉得他说话好像有点油。不仅如此，脸上怎么也感觉出了一层油，腻腻的，眼睛也小。我的视线往下移，又发现了陈伯秋衬衫内突出的肚腩。曾经我欣赏的8块腹肌早已悄然不见。我心底出现一个疑惑，难道是得到我了之后觉得放心了，于是彻底放飞自我了？毕竟陈伯秋刚追我的时候，整天叫嚣着要减肥健身，而现在过了25岁的他，头发有些稀疏，脸上油腻浮肿，肚子胖出了一大块。我把咖啡放了下来，有些喝不下去。最重要的是，陈伯秋给我点的咖啡是冰的，还是无糖。他明知道我从来只喝热咖啡，喜好全糖，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在乎了呢？我竟然有些想不起来了。我神色淡淡，你一直在电话里想约我出来，到底想说什么？就是为了倾诉你的深情。陈伯秋还没发现我的冷淡，自顾自地又叙说了一番他的深情。我是真的爱你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，嫁给我吧。他当着所有人的面，当众对我单膝下跪，掏出一枚钻戒。陈伯秋兴奋地看着我，眼睛里都是势在必得，好像觉得我一定会答应他。我突然有点好奇，他是哪来的自信？我明明就已经和他在短信里说过无数次分手了。我问他，你妈上次在饭桌上说，让我婚后辞职回家带孩子，你怎么想的？陈伯秋乖巧回答，你想辞职就辞职，想工作就工作，我绝不拦你。我反问，那我要是不生孩子，只工作呢？陈伯秋很奇怪，怎么可能有女人不生孩子？每个女人都会生孩子啊。你有没有想过生孩子会很痛，甚至会难产死亡？陈伯秋奇怪地挠挠头，可是我妈不就生了2个吗？现在还生龙活虎的，而且现在医疗这么发达，根本不会出现事故。别担心宝宝。我轻轻地笑了，那孩子谁带啊？可能是看我笑容满面，陈伯秋觉得我不再生气了，于是放松了警惕。你是孩子妈妈，你想带就带吗？要是实在不想的话，可以给岳母或者我妈。
都行，我听饱饱的。我回家后和我妈讨论了一下，你这个工作挺不错的，辞职了的确可惜，不如把我姐内推进去，把职位换给我姐，到时候发工资了，她还能补贴我们俩呀。这样你既有工资拿，又可以自己享受带孩子的乐趣，是不是很幸福？婚礼下个月办怎么样？你喜欢中式还是西式？我都听你的。老婆，听到这些话，我差点吐出来，比海鲜过敏还严重。我第一次发现，我好像从来没有认识过陈伯秋，如此封建残余，大男子主义，实际上却懦弱无能，把责任和孝心统统外包。我更加坚定了我分手的决心。我冷淡地摇头，一把推开他的戒指。不了，我们分手吧。陈伯秋顿住，什么？分手？你在胡说什么啊？我们不是一直好好的吗？难道就因为和我妈吃了顿饭？至于吗？你别那么小题大做啊！我都哄了你2个月了，还不够吗？我摇摇头，我其实今天答应和你出来，就是为了和你说清楚，好歹曾经相爱过一场，好聚好散吧。我不想闹得太难看。分手，就这样吧。我走了。我刚想转身就走，谁料人群中，陈妈妈忽然冲了出来，眼疾手快，直接上来扇了我一巴掌。陈妈妈凶神恶煞，被我儿子上过了还想跑，也不看看自己配不配，二手货色还在这拿捏什么？都被男人碰过了，我儿子肯娶你就不错了，要不是看你是个大学生的份上，我都看不上你。婚前就和男人搞在一起，嫩不要脸。走，跟我回家。要是伺候不好我儿子，我拿你试问。陈妈妈一把子力气，拖着我就往外走。我惊声尖叫，试图唤醒他们最后一丝良心，可是什么都没有。陈伯秋低着头，看都没有看我一眼。我们都在一起这么久了，怎么能不结婚？陈妈妈恶狠狠地啐了我一口，我看她就是上班上野了。早跟你说了吧，让她辞职，乖乖在家带孩子，身上还有这个病那个病的，连肉都吃不了。我看你就是故意下我面子，等我回去治治你这臭毛病。一边说着，陈妈妈一边挥赶着周围看戏的人。他俩是夫妻啊，家务事你们别管。陈伯秋在一旁小声安慰，反正我们之后肯定会结婚的，现在你就先住我家好了，都一样的。早知如此，我一定连面都不会见。我当初怎么会眼瞎看上这么个极品？难怪他们都说能谈恋爱的人一定很能忍。为了不被带走，我一口牙恶狠狠地咬到陈妈妈腿上。啊！神经病！你疯了！快松口！陈妈妈对我又是掐又是打，我硬是不松口。我不管不顾，直接活生生地咬出了血，连血带皮，硬生生咬掉一块小腿肉，直到陈妈妈实在忍不了了，这才松手。你个贱人竟敢咬我！你是狗吗？我一个起步弹起来，翻到前台，立马掏出手机报警。陈伯秋紧张地想上来抢手机，我一把挥开，没用的，我手机设置了紧急报警，已经报警完毕了，等员警来解决这事吧。陈伯秋不敢置信地看着我，你居然报警了？就因为一点点事？至于吗？你不也害我妈流血了吗？我甚至都没怪你，我们都那么多年感情了。我一杯咖啡直接泼到陈伯秋脸上。不至于，你俩光天化日强民女，和贩子有什么区别？听到我报警，陈妈妈顾不得腿上的伤，急了，你这妮子怎么这样？都是一家人，迟早要嫁进来的，早点到我们家住下怎么了？我都还没收你房租。我呵呵嘲笑，这么说，我还得反过来谢谢你不收房租。大妈，我看你是年纪大了，耳朵也不好使，叫你一声阿姨，
还真以为自己是个货色。我都已经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和你的儿子已经分手了，懂吗？你儿子那种妈宝男懦弱虚伪，我压根看不上他。陈妈妈气急败坏，又想上前打我，你敢骂我儿子，老娘打死你！今天不给你立立规矩，以后你嫁进来还得了。但很可惜，他的如意算盘打空了。他没走2步，远景就已经迅速到来，干石磨，都不许动，直接把闹事的一伙人通通抓进警察局。警察局里，陈伯秋大喊冤枉，他声称我是他的女朋友，我们根本没有分手，而且已经订婚准备结婚了。陈妈妈更是躺在地上打滚，说她教自己的儿媳妇根本没有错，从古至今婆婆都是这样的，哪有抓她的道理。她不服，我手机里的聊天记录压根没删过，直接给做笔录的远景看，证实我确实是无辜的，已经分手。远景笑了笑，幸好分手了，我也在庆幸。他可以被关多久？我可没忘记他扇了我一个巴掌的事。远景脸上有些为难，因为你当时也咬了他，所以只能关个15天。在不和解的情况下，你要和解吗？我迅速摇头，不可能，不和解。老太婆一把年纪了还蹲局子，等我回去派人给他们社区宣传宣传，一定把他们家脸都丢光。我摸了摸高高肿起的脸颊，又想起了咖啡厅里陈伯秋那些话，脸色不佳。好个陈伯秋，既然你不忍，那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警察局门口，陈伯秋一直没走，等着我出来。他皱着眉，我妈是对你动手了，但你也对我妈动手了，这事顶多算互殴，你现在把他关局里算怎么个事儿？我耸耸肩，不好意思，远景说了我是正当防卫，算不了互殴。陈伯秋烦躁地抓着头发，就不能和解吗？一家人为什么要这磨伤和气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你告诉我啊！我这2个月对你还不够好吗？又是送吃的，送喝的，还送花，每天给你买这么多东西，我都变成24孝好男友了，对你还不够好吗？结果你现在要和我分手，你对得起我吗？你是不是在外面有人了？我直接一口口水吐到陈伯秋脸上，滚！你以为我像你一样这么恶心？我们为什么分手？我不是已经告诉你原因了吗？那是因为你虚伪懦弱，你个妈宝男。从海鲜宴那件事开始，我就应该直接把你拉黑。这几年你装的实在太好了，嘴上说着孝顺母亲，舍不得她受苦受累，结果就是想把我娶回去孝心外包，代替你照顾你妈。你怎么想的那么美呢？我呸！陈伯秋的脸青了又红，红了又白，我不信。我对你这么好，你怎么可能舍得分手？外面有哪个男人能对你比我更好？我嘴角抽搐，你可对自己真有自信，你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配不配？不仅人长的恶心，思想更是恶心。总之别来缠着我了，滚！陈伯秋拉着我，不让我离开，起码先把我妈放出来吧。我一把甩开他的手，那你和远景说去喽，你再碰我一下，你信不信我把你也送进去？终究是在警察局门口。陈伯秋怂了，悻悻地放下了手，他深情地看着我，我会一直等你的。我呵呵冷笑，直接打车走人。滚！到家以后，我开始着手报复陈伯秋他们的计划。我从冰箱的最下层掏出一盒肉馅饺子。陈伯秋和我赔礼道歉求原谅的那2个月，专门寄了一盒饺子过来，说是他妈给我的道歉礼物，牛肉馅的，专门没有放海鲜，因为对海鲜过敏，所以我朋友以前送过我一个海鲜检测剂，一测，果然如此，牛肉馅里面混杂了少量的海鲜。女人不狠，地位不稳。我把饺子烧熟，直接一口吞下去。不仅如此，
我还专门在手上戴了一个玉镯，刚刚在商场买的，售价10万，发票流水都在。吃下饺子后，过敏症状开始发作，我倒在地上，恰好摔碎了玉镯。同时我眼疾手快，立刻拨打了救护车电话。1个小时后，我背就回来，但是医生告诉我，这1个月都不能再去上班，还责怪我怎么海鲜过敏这么严重还吃海鲜。我立刻联系专业律师，把我和陈柏秋的通话记录、聊天记录等等证据都交给他，能证明陈妈妈是明知道我海鲜过敏会休克的情况下，依旧故意给我吃海鲜，并且是有意识地伪装成牛肉馅饺子，是故意且主动地在诱骗我。这回老太婆完了，她才刚从警察局出来，马上又被抓了回去。儿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是故意杀人啊？我不就包了盘饺子吗？凭啥抓我？陈柏秋想来找我质问，但我早就把他的联系方式全部拉黑。同时，我立刻收拾东西从家里面搬出去，既没有住朋友家，也没有住爸妈家，而是借用朋友的身份证，去别的省市住到农家乐。果然，陈柏秋翻天覆地就是找不到我，他剑走偏锋，竟然选择直接在网上曝光我，痛斥我是捞女，花了他的钱就跑。网友现在都聪明了，要求看转账记录，结果看到账单，纷纷笑喷。这2个月算上点外卖也才花了不到2000，买的还都是拼多多上的廉价玩偶，外卖有时候还偷偷用拼好饭。人才，谁家捞女捞怕拼好饭啊？消费降级到这种程度了吗？网友们都是神探，连那天咖啡店的监控都被他们扒到了，纷纷被陈柏秋和陈妈妈的逆天言论震惊。网友喷得他俩连门都出不去，周围的邻居都对他们家指指点点，这脸彻底丢大了。3个月后，判决下来，陈妈妈直接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，经济赔偿25万。我没有出庭，都是律师替我走流程。因为这件事，陈柏秋的事业单位工作彻底吹了，连家里的房子都赔了出去，没了地方住。他现在连5000块的工资都没有，只能在街边小店当端菜的服务员。但是他甚至连最基本的洗菜都做不好，因为从小到大他就没进过厨房，是家里的宝贝。没过多久，他就被餐馆老板开除了，此后再也听不到他的消息。听说他一直在找我，我当然不会这么傻还停留在原地。等过了风头之后，我换了一个新的城市生活，把我的爸妈也接走了。我未来的每一天都很友好，我拥有光明的未来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